影视后期的剪辑、调色、转场、音效设计、场景合成，对于整个视频的制作都很有用，也很有趣。但是今天我要聊的比这些都重要，它就是照片和视频的构图。构图的重要，就像一些知名导演所说的，设备器材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故事。讲述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构图，有些构图会让你眼前一亮，因为事物在构图中的位置决定了它的故事性。不管是哪一类的视频，旅行、婚礼、美食、拍孩子，为了确保你能准确的构图，传达你想要表达的信息，这次要讲的是8个构图技巧，不管是好莱坞还是其他经典影片中都反复使用的规则。你不需要昂贵的照明和镜头，只需要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就可以用任何设备，摄影机、手机、任何相机来成功拍摄你的影片。构图规则1：三分构图法。三分构图法是最常用的构图法，你会经常听到，但是可能你没有正确的使用它。科学证明，我们的视线最容易聚焦在这4个点上，而不是正中心。所以把你的主题放在这4个焦点上，就会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，更有电影感。不管是好莱坞还是其他电影，你都会发现他们的主要人物永远都是在这几个焦点上。如果你希望给予主题所有的权重，那么就把它放在正中心，这样可以突出你的主题，并且有稳定画面的效果。被放在中心的物体，不管它说什么还是做什么，都会得到观众所有的注意力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英雄或者教学的影片都会把人物放在画面的正中心。所有的相机、智能手机都有三分构图的网格，打开它，现在就开始练习吧，绝对会大大提升你的画面。构图规则2：画面的平衡。有时候观众会觉得你的画面不对劲，其实就在于你的画面没有平衡。就拿人物采访来说，如果你的人物和这幅画在同一边，那么左边看起来就会比右边更重。解决的方法很简单，你可以把这幅画移到右边，或者在右边摆上什么，比如一盆花、一盏灯，这样的画面才会更平衡。不仅是采访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视频，婚礼、旅行、美食，当一边太重时，就去找另一些物体来平衡你的画面。构图规则3：景深。有很多方法可以制造出景深。首先，你需要把你的光圈调大，这样不仅可以得到鲜明的主体，背景模糊的画面，而且会使你的画面更有电影感。观众的视线才不会被其他不重要的因素所干扰，你的主题才会和背景分离出来，显得更鲜明、更突出。有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采访，人物紧靠着墙，这样的视频没有景深，也没有专业感。如果采访者的空间很小，那么我会把自己放在墙角，让人物和背景产生一定的距离，从而营造更多的景深。除了背景的深度，你也可以加入前景，安排一些物体在前景上，这也是我经常使用的摄影方式。不用去找一些很庞大的遮挡物，一点植物或者其他遮挡物就会很漂亮。构图规则4：引导线。引导线无处不在，它无声无息地引导观众所有的视线。生活中的引导线可以是马路、桥梁、一个通道、楼梯等等。很多著名的电影都会利用引导线来引导观众的视线。比如在这部电影中，人物可能不知道要去哪儿，但是观众知道他应该往哪儿走。在这部电影，因为没有明确的引导线，人物迷失了，观众也不知道它的出口在哪儿。所以突出被摄物体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制造引导线。稍稍留心一下，你就会找到生活中很多的引导线。构图规则5：对称。人类的视觉更喜欢有条理和规则的事物，对称的事物无处不在，马路、门、窗户等等。例如这个画面，
只要你稍稍移动一下镜头，画面就会更有对称感。细心寻找身边对称的事物，好好的构思你的场景，这样你就可以获得更自然、更专业的画面。构图规则6：明确的主体。如果我们要评判一个初学者视频的好坏，那么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它的画面有没有主体。如果你尝试用以上所有的方法来吸引你的观众，可你的观众却不知道主体是什么，那么我们所有的尝试和努力都是白费。明确你的主体，并不是说要拿一个广角镜头去贴近拍他的脸，而是你的画面使观众自然而然地聚焦在一个地方。所以故意加入很多鲜明的主体，真的没有一点必要。这样反而会干扰观众的视线，让他们分心。所以你可以用更饱满的构图、大光圈或者引导线来帮助突出你的主体，模糊周围的干扰因素，从而吸引观众所有的注意力。构图规则7：头顶空间。如中国话里的留白，比如在人物采访中，你需要给被采访者头顶留一些空间。用3分构图法，不管你的人物头型有多高，把他的眼睛放在画面的2/3处，也就是横向的第一条线上，然后给予他一定的视觉空间。千万不要让他的头直接顶在画面的边缘，但也不要离边缘太远。还有，千万不要忘记给予一定的视线空间。如果在其他类型的视频中，你要拍的主体在移动，那么始终保持他的头顶和视线的空间。如果你的主体都紧贴画面边缘了，那么这次构图就失败了。遵守这些空间的规则，除非……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条。构图规则8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，就是打破规则，但不是草率没有理由的去打破它。在遵守构图规则时，你会传达给观众一些信息，那么当你打破规则时，你也会传达一些信息。所以打破规则的前提条件是因为有特定的意图，有意的去打破。国王的演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他讲述了即将成为国王但口吃的人的故事。这个人本来应该是在电影中最有权重的，导演应该把他放在画面的中央，保证他拥有观众所有的注意力。但是当故事讲到他需要去见他的治疗师时，他在画面中占据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，很夸张的头顶空间，没有任何视线空间，镜头有些俯视，因为电影想要传达的是他当时紧张、害怕和尴尬的情绪，这些情绪使他变得弱小和微不足道。直到后面他获得了勇气，画面才恢复了正常。另外一部电影是《白日梦想家》，在电影开始时，主人公是一个失败者，电影有意把它放在最底端、最边缘的位置，所以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打破了3分构图法。而在电影结束时，主人公获得了美好正常的生活，构图也就恢复了正常。这2张构图是不是差异很大呢？原因就是它们传达了不一样的信息。所以在拍摄前想想自己要拍的是什么，然后再进行拍摄。这次提到的所有方法，3分构图、平衡、景深、引导线、对称、明确的主体、空间、打破规则，每一个画面都是通过构图法设计过的，但所有的规则都是可以打破的，它需要的只是一个打破的理由。如果你讲的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，那么打破规则就是不必要的。所以呢，每一个构图的镜头都是在讲一个故事。希望通过以上8个构图的法则，你可以讲好你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摄影，喜欢漂亮的照片，请关注我的 Instagram， 微信也可以，我会不间断的更新照片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来支持我。我们下次见。